美国可以封锁 EUV， 可是没有办法封锁华为人的头脑，所以很多事情是创造出来的。所以是不断努力，用创造的方式，然后累积的方式，不断寻求新的路径。这个不是说突破，这个是换道。本来说这个追赶的时间是5到8年，现在他们估计是3到5年。华为现在在这个新的所谓的涛定律，它不是0开始。那他说我已经做了380个。我们都知道中美科技竞争呢，美国对中国大陆采取了千方百计的封锁跟围堵，那不断的呢在晶片制造，尤其是高阶晶片制造上面想办法的围堵哈，但是华为最近抛出了涛定律这个突围之道。来，在画面当中呢，这个涛定律是如何呢？华为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叫何庭波，他在上海举行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面呢，正式提出了涛定律，希望呢用时间缩微代替这个传统的几何缩微，突破物理上的极限作为未来半导体发展的核心路径。如果您听到涛定律，可能跟我一样是鸦听雷是听得一头雾水，所以呢，我这个礼拜特别也去查了一下，跟大家科普一下。传统上呢，我们在做半导体的时候呢，晶片制造呢，其实都会适用这个摩尔定律这是大家一般所熟悉的。摩尔定律的核心概念就是电晶体越做越小，是同一个面积，就是这个晶圆上面呢可以容纳的电晶体数量越来越多。那就是从90奈米呢，大概可以做21个，21个，然后一直做到2奈米你上面越来越密集，所以呢，大约做到了1000亿个以上的电晶体，但是这样的制程从90奈米到2奈米呢，是不断的往先进制程，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呢，就必须要透过半导体的制造设备，也就是常常听到的光刻机就像现在的 EUV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先进制程。可是大家知道 EUV 大陆方面被美国封锁，所以呢就提出了华为这个涛定律。涛定律呢就是把东西做得更小，这是摩尔定律。那涛定律是让讯号跑得更快，也就是说不一定要把东西做得更小。好，它的核心2个关键，一个是时间缩微，我们刚刚提到，另外一个就是逻辑折叠。这个逻辑折叠，简单来说，传统的设计上面走的是平面路径，从 A 到 B， 我们看到都要这样一路这样一步一步走。但是逻辑折叠其实就是呢，透过像是一个平面道路变成了高速公路的一个高架，然后呢有交流道，所以呢你就缩短了 A 到 B 之间的路径。好，摩尔定律呢其实就是把东西做得越来越小，可是呢涛定律呢是说我用时间缩微跟逻辑折叠，然后呢让系统来协调，你的效能还是一样可以提升。简单来讲一句话就是，不是比谁的这个电晶体做得更密集，晶片做得更小，而是我同样可以达到一样的效能。好，那涛定律呢？当然，这个华为是说到2031年可以制造出相当于1.4奈米效能的高端晶片。这边特别要强调的是，华为它强调可以达到1.4奈米等级的电晶体密度跟效能，并不是说它就可以直攻到1.4奈米，这个部分要特别的说明清楚一下。那我先请教张老师因为今天特别请您来您怎么看华为的涛定律？因为其实在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它的 EUV 被封锁，所以必须要想出另外一个技术路径，怎么看？好，那其实刚刚何伟已经简单介绍了这个所谓摩尔定律以及这个涛定律的这个部分。那摩尔定律来讲，其实我们如果用一个示意图，就是举一个比较科普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正常的一个面积里面，大家想办法就是把它越做越小，那我在同样的面积底下，我就可以塞越多的，不管是人或者是电子元件。对，所以它概念上来讲，就是我想办法把它越做越小，越做越小。那所以我们以前讲的所谓几奈米、几奈米、几奈米，就是指的那个元件的线宽。就是当我这个元件的这个线宽可以做得越小，那当然我的整个元件就可以缩小。但是它有物理极限。对，它的极限基本上随着我们现在的所谓10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之后，现在到了2奈米的量产，其实越来越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在讲，大家应该听过原子，那原子的大小大概就是这个0.1奈米。对。所以
我们现在如果讲说台积电现在是2奈米，意思是20颗原子，所以它的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那要做到这么小，难度高，那所以呢，那可是我们其实以往在不管现在所谓电子元件的这个方向上来讲，我为什么要缩小？缩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距离越近，它其实就可以跑得越快。对，那跑得越快，我距离走得越短，我当然也越来越省电。有点像是2个房子中间那个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靠近。对，越来越靠近来讲，第一个我速度很快就可以到，那再来就是说我也不用走那么长，所以我也相对省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年台积电的这个帮苹果做的处理器，每年推出新的制程，为什么它一定说，我效能可以越好，速度越来越快，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为什么可以省电，就是因为这个跟制程微缩的概念。对，那可是这个刚刚何荣这边也提到了，在中国大陆、中国这边呢，它其实受到这个制裁，受到这个。EUV 我们讲曝光机或光刻机这个部分被卡，那所以呢，在这个微缩的这个部分来讲，它受到了限制。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那想到就是，如果我没办法做小，可是我还是想办法让它可以就是快一点到我要的目的地。那这时候来讲，就不一定是就从这个2D 平面的概念对转成了就是那个图上面 A 到 B 原本是走平行的，对，这个我原来平面平行是我要走这么远，但是我想办法做高架，或者甚至把它堆叠起来，做折叠起来，就像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一张纸的2边最近的距离其实是把它折起来。其实就像这样的概念啦，就是你原来从 A 到 B 是，然后呢，但你现在缩短它的路径，就是把它折起来。对，这 A 到 B 的时候就缩短了，你再折的话就更短了。对，所以以后来讲，我们可以预期得到，其实华为这边它有稍微提到说，这个折不是只有变成对折而已。因为现在黄仁勋这几天在台湾，他有被问到，他说其实这个涛定律也不是新的一种技术，就是说它是一个技术路径，但是呢，它不会对台积电造成影响。没错。但是确实他也承认这是华为的重大突破。没错。那我要问的就是说，如果这个重大突破一旦从理论变成了可实行的技术路径，那未来会不会变成了华为成为他们这个所谓不是弯道喽，而是换道追上甚至是超赶的一个重要关键？好，那其实这里面牵扯2个观念。第一个是因为以华为的角度来看，就是它被卡住了，所以它一定势必得换道，所以换道是一定有。但是能不能超车呢？那基本上来讲是不太可能。如果要跟台积电做对比的话，但有机会赶上。对，就是距离会越来越近。是。那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包括说在这边所提到的所谓这个折叠的概念，那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所讲的所谓先进封装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先进封装的概念，其实如果各位在先前台积电相关的这个技术里面，大概也都听过所谓这个不管是 TSV 就是细穿孔啦，或者是做所谓这个3D 的这样子的一个堆叠立体堆叠先进封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其实台积电也是很早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那只是台积电有个好处是，它没有被美国卡这个曝光机。也就是说，台积电的角度上，它可以同时把元件越缩小，而且它也可以把这3D 堆叠的这样子的概念，其实同步2条路它同时都有在做，同时都有在走。那但是华为因为在这个曝光机、光刻机的部分被卡住，所以它只能从这个堆叠的部分、涛定律这个部分来走，就是想办法让我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就是这是一个不得不的决定，因为只有这样子办法才有办法突围哈。那对于中国大陆这个半导体的技术提升呢，其实最近的国际这个顶尖投行就是伯恩斯坦呢也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哈，特别对于大陆的半导体板块评比，他们是维持在跑赢大盘，也就是 outperform 这个评级，并且呢也指出中国半导体的产业即将迎来另外一个 DeepSeek 的时刻。而就在涛定律发布的当天，也根据这个第一财经的报道说，当天的早盘，包括华为盘股、概念股呢，就呈现开高的格局。所以拉回来看，华为在 EUV 被封锁围堵的情况之下，大使他们试着用涛定律这条新的技术路径，那也凸显出美国的围堵这样子看起来虽然是有效，可是呢，中国大陆的高科技发展它一样不会坐以待毙的，它必须要继续往先进制程继续的一路攻下去，不断的去思考它的突围之道。那您怎么看？
对，这个就最近我看很多报道啊，有一个标题我觉得用的还蛮贴切的，就是说美国可以封锁 EUV， 可是没有办法封锁华为人的头脑。所以很多事情是创造出来的，所以是不断努力啊，用创造的方式，然后累积的方式，不断寻求新的路径。这个不是说突破，这个是换道。对，你从这个 A 轨道已经换到 B 轨道了。那当然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这个冲击还蛮大的，因为连续好几天，这个西方的媒体啊，主流媒体都不断在报道这件事，每天都有新的。那我觉得就是说，Wall Street Journal 他最近的讲法说，这个就是中国芯片的突破局的一个方案。对，那本来说这个追赶的时间是5到8年，现在他们估计是3到5年。那华为自己定的时间是2031嘛，是5年，没错，1.4奈米的这个效能所以这个中间就是说，华为现在在这个新的所谓的涛定律，它不是0开始，那他说我已经做了380个，我已经做了380个元件，晶片出来了。所以事实上的话，这个就是华为的手机啊，这个事实上这几年的手机。就是突破这个美国封锁以后制造出来的手机啊，事实上那个时候一出来的时候，西方的各大的这个团体啊，工业团体就已经在拆解了。对，当时就说没错，7奈米，而且是自己做的。那你没有 EUV 情况，你做出7奈米，那个时候就在拆，就是2个技术，就是梁孟松的重复曝光，然后另外就是堆叠，就是用这个新的技术路径，先进封装。那所以这一次。这个大陆这个事实上何庭波只是把已经做了很久的事情，他正式用一个概念把它概念化出来。这个做 presentation 来讲，它是很有冲击性的。摩尔定律 versus 什么？对，涛定律。涛的话，大家都是 time 嘛，它的就是时间，用时间的概念。所以它基本上用一些简单的关键字来解释解释这个涛定律的内涵。什么逻辑折叠啊，就是折叠啦。对，那不过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看。对，那事实上的话，这个科学的突破、技术突破，我觉得2样东西，一个就是说你要有人才，另外要有资金。那华为的资金，事实上看起来，最近 DeepSeek 在这个 V4 新的版本里面它最大的突破，除了它本身的能效提升以外它是使用华为的升腾晶片，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不断的要走这个AI 的2个重要的这个一个是算力，一个是算法的这2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怎么样结合在一起？是。那所以他现在把这个华为的芯片叫中国大陆，就是说做大模型的这些产业它所要使用的算力有晶片部分它从 DeepSeek 你看它已经保留给华为了，所以华为我觉得它基本上就开始，基本上它有市场，它有不断的收入，对，这个收入就是投入到未来的研发。所以综合大使还有张老师2位老师的说法，我们结论得到一个初步结论，就是你这条路把我封住了，但是我换另外一条路走，我虽然没有办法能够超越你，可起码我能够拉近跟你之间的距离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中美科技竞争，接下来呢，除了在晶片制造上面，也延伸到了太空领域最近有一段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他接受专访这个影片当中呢，他就直言，他说全球最顶尖的所有先进科技产能全部高度集中在台湾，还特别说了一句，他说得台湾者得天下，引发热议。而他所创立的 SpaceX 呢，在6月12号即将要正式挂牌交易也号称是史上最大的 IPO 案，也传出可能会把特斯拉到时候呢一起并进来。那现在呢 ，SpaceX 呢已经向市场进行了3一轮募资，累计呢已经向市场募资大约有90亿美元主要的法人在画面当中，您看到包括像是富达投资啦、Alphabet 红杉资本等等。那我们都知道呢 ，SpaceX 呢它的商业模式3个板块，包括火箭发射、Starlink 还有未来的相关业务。它也是第一家建立了这个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那 Starlink 呢，则是 SpaceX 呢最重要的获利来源，目前是如此。好，那 Starlink 的经营呢是透过低轨卫星作为网络连接的业务，它的用户呢是使用订阅制来收费。这边我请教这个有分析认为说，
这一次SpaceX 它可以看成是一个太空经济进入到资本市场的里程碑哈。第一个，对于太空服务、太空市场的服务啊，您觉得意义在哪里？还有就是特别 Starlink 它的低轨卫星，这次在俄乌战场上有没有看到有实际的应用哈？那未来民用跟军用太空技术有共用可能吗？其实马斯克这 SpaceX 这家公司我认为开创了很多这个太空科技的运用，特别商业运用非常的成功，包括这种可回收式的火箭，其实它很明显的把这个运载火箭发射，不管是卫星，发射各种这个太空器，它的成本大幅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也急着要开发这种可回收式火箭，包括这个长征10号、长征12号，另外像这几年陆续进行测试的朱雀3号，对，都是这种可回收式火箭的概念，基本上就是沿袭的马斯克这发展路子来走，来进行竞争。否则，中国大陆其实评估过，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积极追赶，它在太空这个商业发射这个部分，它的整个未来的市场其实会缺乏竞争性哦。那 Starlink 其实亦复如此。那 Starlink 过去以来，那最明显就是俄乌战场的使用。对，那发现这个俄乌战场，那俄军用了很多手段要干扰 Starlink 的讯号，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效果。更吊诡就是俄军自己也用 Starlink，就是变成一个交战双方都在用 Starlink。因此，那 SpaceX 后来这个巧妙设计的关闭局部的一些服务，造成战场上一些战局的一些很重大的影响，对于战场的战术层面的变动产生一个非常微妙而核心的影响。对，这就代表 SpaceX 它的 Starlink 的服务在全世界范围内，我认为不只是国防安全、战争，它在商业市场其实它的运用前景很大。特别我们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现在就是飞机上很多已经可以开放给大家在飞机上使用网际网路，还有在海上，还有在偏远地区，像这个沙漠、深山这种没有地面基站的这个状况下，你是 Starlink 可以提供无死角而且宽频的服务哦。因此，这样的服务就让大家意识到，哇，这个 Starlink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蛋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也要搞它的什么国网星座啊、千帆星座，各自要发射大概1.3万颗，还有1.5万颗哦。这就是为了追赶 Starlink 这个目前已经在轨1万颗所达到一个覆盖和商业运作巨大的效果。对，目前 Starlink 它保守估计它的客户已经有1000万，我想未来它的版图还会进一步扩大，再加上未来大家还这个考虑到马斯克之前提出所谓太空算力，未来太空的运用，这个算力 AI 的竞争里面，太空可能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高地。因此，对于太空未来科技的运用，还有它所附带的商业效果，我认为是大家都看得到。这是为什么这个 SpaceX 一公开募集资金，那大家踊跃参加，就是因为包括科技的前瞻性以及巨大的获利，这都是未来可期。川普这次访中行程结束之后啊，在他搭乘空军1号专机的时候呢，他特别也接受了媒体的访问啊。他向外媒透露说呢，他在川习会期间并没有针对台湾议题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同时呢，他也预告不久的将来会针对总金额，刚才我们也提到了140亿美元的，折合台币大概是4400多亿的对台军售案来做出最终决定。路透社也报道，川普向媒体透露啊，习近平曾经当面有直接询问他，如果解放军攻台，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但是川普当场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根据白宫这个川习会之后对外释出的会谈摘要，通篇整篇里面呢也没有提到台湾。那在台湾这边的学者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执行长董立文就认为，这其实呢就是川普对习近平谈台湾真正的态度。他给了个结论，他说：“你只要谈台湾，他根本就不理你，假装没听到哈。”但是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翁履中则认为，白宫的摘要没有提到台湾是相当正常的，没谈台湾就代表有谈，因为未提及也是一种态度。所以接下来的观察重点是，川普要如何决定140亿啊，就是第2笔的这个台湾军售案。金哥怎么看？我想这里面要提一下，
这个摘要啊，或者这个声明，这个 read out 啊，是早上5点45分啊出来的，在华府时间。这个从会谈结束之后35分钟之后，新华社就发布了新闻通稿。整个下午呢，这个他们去了天坛，所有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我要提醒一下，白宫的通信呢，就是对于发言的主管啊，张正熙啊 ，Stephen Chong 啊，有跟着去。他在那个地方，假如说是去跟他老板讲一声，说这个什么要怎么回答，对不对？那假如有既定的答案，老早就在川普的社交媒体就出来了。结果川普的社交媒体从头到尾没有这个就是讲一句话，大家弄个这个闷葫芦，一直搞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要提醒。白宫幕僚长，也就是川普亲信中的亲信啊，这个Susie Wiles呢，他没有跟着去。最后呢，那个东西声明啊，那个 read out 发给各媒体，到第二天为止，你知道，他从头到尾没有登在白宫的网站上。所以你从这些程序上的蛛丝马迹啊，他就是把原来的你去看里头，真的都是原来的这中国大陆的标准的立场。他在那边就是提出来，把它贴出来，这个就不会受到质疑。这个我记得 Ross 经常跟我讲啊 ，You always tell a lot of facts, but you never told me the truth. OK，Ross 你怎么看这个140亿的军售案？现在川普这个问题回到了川普了。那当然他在北京的时候呢，对于台湾问题，只要甚至当场这个跟习近平在旁边的时候呢，也有媒体问他说：“哎，你们谈到台湾的，他就是闭口不谈。”可是呢，当回到了这个空军1号专机上的时候，开始慢慢的释出跟台湾相关的讯息。我只要说，在回程飞机上，机子一定会问他这件事情，一定他不得不回答。他的确是跟习近平有讨论这个议题，但是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没有任何变化。过去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到，那如果大陆武力犯台，你会做什么？他一直以来都有一直的答案方式，他都会说我不告诉你。中方知道我会做什么，但是我不告诉你。他一直用类似的回答方式回答。美方会做什么？美方会做什么？川普说我不告诉你哦。你觉得呢？但是说实在，他这样的回答方式、答复的方式啊，非常正确。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大陆真的武力反台的话，只有10任美国总统能决定美国会不会派兵协防台湾，不是今天的总统知道以后的总统会怎么做，不是国会说的就算，只有10任总统能决定。所以其实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川普任期之内，那他干嘛回答，对不对 ？OK， 大使，您怎么解读哈？刚刚特别提到，川普在北京闭口不谈，而且非常低调的，都是他的旁边的幕僚，包括贝森特啊，这个 Rubio 啊，都讲说，哎，有谈到台湾议题，可是川普自己就是不碰。可是呢，包括现在已经回到美国了，开始讲，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因为这件事情在他们见面的第一天啊，在人民大会的时候，习近平就提出来说，这个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会发生这个碰撞甚至冲突，那美国国内的媒体、全球的媒体就炸锅了，就在说习近平警告川普对台湾问题对川普做出最严厉的警告，就重中之重就是台湾，对，就在台湾。所以美国事实上你要看美国媒体，还有欧洲的媒体、BBC 的媒体，他没有报道其他什么签约的，他就报道台湾问题对，通通在讲台湾的，而且很多的那个标题下的非常耸动说习近平会对川普画下决定台湾命运的红线，这不是我下的，这是我记得是美国媒体下的标题所以这样子情况下，川普更不能在大陆的时候就对台湾议题他做任何的表述，因为呢，这个会增加他对这个议题的这个回到美国这个议题不但会淡下来，会怎么样？会更列入这个是他的弱项。习近平讲说川普讲说习近平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因为那是第一颗扣子。对，第一颗扣子要扣好，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川普事实上我认为他一开始是要拆解这个问题对他可能会面临到美国媒体的质问的这个尴尬局面，所以他是轻描淡写。
可是呢，我觉得基本上这一次大陆的态度，还有就变成把台湾的问题放到那么高度川普就知道这个问题他是无法回避的，所以他已经讲了，他这个 Rubio 用了一些关键字出来和平统一。这些大概都是大陆会提出来的，美国从来没有在台湾两岸关系的中间用过这个字眼所以我觉得就变成我就说这个剧本已经换了，有关台湾问题的中美讨论的剧本就已经换了。那为什么只拿到200架飞机，没有拿到500架飞机？那就是说，因为今年还要见面，第一个一次都给完了，下次给什么？没错，分批给嘛，对不对？延长战线。对，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那给不给还要看你对我对你的要求的台湾问题的表态，随时你怎么做？那川普我认为他讲了说，因为我没有再回头看，我认为他就说我会在这个问题上，军售问题上在我最方便的那一刻来做决定，对吧 ？At my earliest convenience，这个不是说我会尽快的做回答。在我方便的时候，再找一个 timing。这个其实常常这个英文书信就是说在我最方便的那个时候，我要去做个决定。OK， 所以我听了他这个用语以后，就说哇，这个中间有很大的空间。您刚刚提到500架的波音客机后来变成了200架，刚刚说延长战线嘛，那确实这一次随行的美国企业家，当然也看到波音的总裁也去了。蛮失望的，因为原先讲说500架，在最后200架。我回应一下，我真的觉得习近平跟川普今年再次见面的可能性真的是不大。那不大。如果见面的话，可能是像去年在 APEC 的模式，就是短在多边会议旁边。但是像过去几天。会花2天时间在一起，不管是在华府或在哪里，我真的觉得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习近就像张金刚说的，那个9月底去美国，除了中秋节之外，也是美国其中选举倒数6个礼拜，我觉得那个时候去美国有点不方便。对，这个跟选情无关了。还有呢，我觉得川普不太想去深圳参加 APEC， 那已经去中国今年去中国一次，然后干嘛第二次去？这是你的分析。金哥，你说，我先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川普本人对于拜登多次失言，说誓言会派兵来护台，进行过非常严厉的逼停，然后呢，故意把他弄个闷葫芦这是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 非常重要一个节点。所以他说我也不知道答案，你也不知道答案，我只有我最后来做决定。所以他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一个节点。但是至于那个方恩格他是我的好朋友，你知道，他是这个叫做共和党，他自然要护着共和党的总统，所讲的这个是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共和党跟民主党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一致。当民主党的总统拜登讲说要出兵护台的时候，马上就有他的幕僚讲，他讲错了。他们敢去改总统，这是美国长久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这是绝对。至于呢，这个方恩格这个我的好朋友方恩格讲说，他只会应付一下，去见他一下。对不起，人家都走进白宫，他说你好，我有事儿，我先走，这不可能的事嘛。他既然邀请人家到我白宫来做客，不可能草率就是说这个不怎么接待嘛，对不对？对，我也同意你的观点哈。那另外我们要看的是黄仁勋哈，因为刚刚提到说，除了波音的总裁蛮失望的哈，这次变了200架的订单，那波音的股价当然也因为这个消息而出现了这个下挫。好，黄仁勋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在最后一刻才在阿拉斯加搭上了空军1号，随着川普出访这个中国大陆。纽约时报报道说呢，川普在结束这趟行程之后呢，看到辉达的人工智慧晶片在中国大陆销售的命运仍然是不明朗的因为川普在最新的发言当中也证实，虽然美方政府已经批准了销售许可，但是中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购买辉达最先进的 H200这个 AI 晶片。他特别提到，他说中国是选择不购买，并且呢正在把他们的战略中心全面转向，要致力发展自己的本土技术。那美国的贸易代表 Grill 呢，他也接受媒体就彭博采访的时候也说，大陆企业会不会买辉达的更多产品呢？现在
是取决于中方的决定哈。所以黄仁勋这次在北京也被媒体问到说，辉达会不会把晶片卖给华为呢？但是这个提问太敏感了哈，所以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呢，只回应说，这个好奇怪的问题哈，就没有正面的回应。另外是根据一个消息 ，Business Insider 这些外媒报道呢。有一个放空机构叫做 Cooper Research 表示呢，辉达声称在2025年4月，美国出口管制生效之后，在大陆的市场营收已经降到0，但是看到他们在2026年财年这个财政年度里面仍然有20%的收入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市场，所以呢，显然跟财务表现还有相关的说法呢是有一些矛盾的哈。所以现在回到 H200这个议题啊。H200的开放取决于中方，这是 Greer 刚刚讲的。那对于中方来说，张老师，您觉得如果选择开放，真的如果开放的话，会有什么样一些附带条件？这我的看法，中方一定会买。那其实现在如果没有名正言顺的开放，其实中方还是可以透过像马来西亚、泰国很多的管道输进这个 H200的晶片。只是让大陆在做这一块碍手碍脚，成本拉高而已。那所以只要中方愿意，美方愿意放，中方一定会正式买。这我是可以预期未来一定会这样。对。那你说媒体讲说有一些顾忌，那我这边做点技术上的说明。第一个说明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7奈米的 DUV 制程没办法取代 EUV 制程。这 EUV 制程有它的特殊的 know-how 在。另外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封测。就是台积电为首的这种 CoWoS 的封测，基本上就是耽误了整个 AI 晶片的生命，而不是制程。制程7奈米 DUV 做出来，可是问题是封测做不出来。所以只要掌控台积电掌控这一块，还有 Intel 掌控一些重要 AI 晶片的封测能力，其实中国大陆买这些晶片，其实美国不用太担心说中国大陆华为这些公司有这个能耐去做出。跟它同样的品质，所以关键不是在晶片，而是在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光刻机，还有包括特别是封测的部分。对，那我觉得如果黄仁勋要赶快卖的话，那就讲他应该要讲他支持9·2共识。这个你在节目中讲。对啊。你看他身为就是出生在台湾，我觉得大陆很关心这个问题了。他没有明确表态，他对这个议题的立场会影响到他在大陆的业务。但是即便黄仁勋这么说，就能够确保 H200就能够真正开放在中国大陆贩售嘛？大使有一种说法是，大陆现在因为刚刚提到说晶片自主国产化、自主化已经达到一个很成熟的阶段。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其实关键在于像是DUV、EUV 啊，那拿不到 EUV， 可是呢，可不可以用一种交换的方式呢，去取得更高阶的 DUV 啊？这个部分的话，我那个修正一下，就是说，刚才你提到的 EUV 的这个制程的机台，完全就是多国的模型嘛做出来的。对，里面呢，美国的技术成分很高，太高了，所以ASML一定要听美国的话。那没办法，这种东西就是牵扯到的，就是美国也怕这一块东西，如果整个拿到中国去以后，技术很容易就被很快就接上，所以才说会不会有一些私下的交易，或者是说拿稀土之类的项目作为到时候叫板的筹码？其实是这样子啊 ，H200它已经是降规的哈，就是说特别为中国大陆设计的，并不是这个 NVIDIA 就目前第一线的产品啊。那这个 H200的话，事实上它的很多的效能啊，那中国大陆目前华为啊，还有几家这个 AI 晶片厂已经可以做出取代的产品。你可能数量用的多一点，或者说哈，这个有其他的方法，良率。那问题就是说，你如果现在放 H200进来的话，这个中国大陆的晶片就没有人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有一个就是市场保护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考量在里面，会影响到本土晶片的发展。对，因为你本土晶片它要有这个庞大的市场来筹募它的资金啊，也不能完全靠政府的补贴。所以既然就 H200在中国既有的这个不管是升腾910啊或者950哈，这些它已经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应付到中国大陆市场目前的需求的时候，它就会尽量保护中国的市场。如果大量的让这个 H200进来的话，那中国本土制造的这个类似的晶片哈，那市场一定被挤压。那对于中国大陆发展晶片的这个整体计划是有妨碍的。是，所以我认为是有很强的是市场保护的这个考量在里面。这个阶段，我们就来看看中美科技争霸的晶片之战呢。根据市场调查公司 Yole Group 他们的最新报告表示，中国大陆呢预计到2028年就能实现半导体制造的自给自足，而半导体制造设备方面，预计到2030年这个国产化的比率将会达到52%。另一方面呢，华为携手中国大陆的 AI 新创智谱，那发布了新一代图像生成模型 GLM Image。这个模型呢是基于生成 Atlas 800T A2 设备，还有呢生思 MySpore AI 框架。它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完全使用国产晶片完成整个训练的 AI 模型。而网络上目前也传着一则爆料的报道指出呢，小米预计在2026年的稍晚就是今年稍晚要发表一款新手机，要搭载的是 X-Ring 02，那同时呢运行客制化的作业系统，并且结合在地化版本的 AI。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的是小米即将继华为之后，成为中国大陆第2家达成完全本土化的中国大陆制智慧型手机品牌。吴老师，您觉得我们从整个大战略的方向来看中国大陆他们现在特别点到说，2028年要实现半导体制造。那因为整个供应链从晶片设计到晶片制造，到最后相关像封装测试，还有就是自动化的就是智慧生产的一些相关设备等于就是一条龙要达到自给自足。对于这个预判，您的看法？你刚刚用那个一条龙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因为中国大陆的确要把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从上游、中游、下游，就是从这个设备软体然后到设计然后到制造一方前端的晶圆跟后端的封装，它整个都要自主建立起来，完全都要在自己手里。因为它如果不自主建立起来，中间的任何一个小的环节被卡住了，都是被卡脖子，让整个这个供应链就会瘫痪嘛，所以它的确是要一条龙。那我们看到你刚刚报道小米华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环节的个别的突破。这边也看到一个泡泡，那边看到一个泡泡，突破起来，也觉得不错。那你刚刚讲的Yole Group 这个应该是一家法国公司，我去年底好像跟他总经理正好碰到面有开过一个会。那他们对中国大陆都很看好。那但是提出来这个所谓说多少年达到什么程度，这个呢不能听了就完全相信，有的时候他预测是准，是预测的，有时候是不准。那不准有2种，一种是其实提前达成，有时候落后达成。那中国大陆的目的，其实在2025，中国制造其实本来是希望到今年，就去年2025结束的时候，自制的晶片75%自给率，可是又因为受到美国这种各种压力嘛，没有达成。所以有时候大家预测会准，有时候会不准，这个是不一定的。但这可以说他意愿是非常强烈。那你刚刚讲到整个这个供应链里面，我觉得请观众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设备，因为如果没有设备，你就制造不出来嘛。那中国大陆在发掘这个设备渐渐有买不到的时候，而且他过去呢自己的设备商就是这个北方华创还有最近2年才冒出了新凯莱等等过去不行，但这2年进步的非常非常快，而且他也大力去支援这个部分。那这2天我有跟一个事实上是台商了不过他引进日本的器材设备，就是半导体制造设备，跟我分享一些讯息给我，就知道大陆花了很多的功夫在这个地方要加注很多的资金，大基金要投注，所以这个策略是对的。如果设备起来，我能够自己制造，我就能够供给这些晶圆厂制造出自己要的设备，封装厂能够封装最后的晶片。然后你刚刚讲的小米、华为手机等等，这都是最后的终端就有晶片可以用了嘛。所以它整个的流程是这样走。那这个速度呢，到底是2028年的还是30年的等等这个看你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但只可以讲就是说，真的是在快跑前进，而且那个意愿非常强大，对，非常强大。所以大致的方向其实都是一致的，只是说时间的早晚而已。对，我是按照你刚刚就从大战略角度，所以我才用大战略角度来讲。如果你以后再提到很多个别的案例的时候，可以从很多个别案例再回头来看这个大战略推进的。这个进度怎么样？而且现在包括连台湾也是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科技产业这边有很多的厂商已经推出所谓的 AI PC， 就是结合了 AI 功能的个人电脑。是。那接下来呢，当然每一个人的终端设备就是 AI 手机这个未来也是科技厂商要突破的焦点。刚刚
吴老师特别点到了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呢，中国大陆的晶片研制下一个阶段要寻求的突破点就是在于设备了。当设备如果能够达到水准的话，它所制作出来的晶片就一定也能够达到水准了。那华为现在推出说要全部国产化晶片，而且是已经推出了国产晶片的 AI 模型啊。小米也说呢要推出全国是第一部国产全部都是国产的智慧型手机，这是不是意味代表说在科技上已经非常清楚了，原则上就是跟美国的科技，我就完全的断链脱钩，怎么看？好，这个上个月我去了一趟深圳我去了一间这个华为的这个展间，结果我倒没有看什么华为的手机，但是我看了一个东西这个是华为的 M9 华为的 M9 智能车。它这个M9 智能车其实我坐进去之后，我真的感觉到一个蛮强大的一个冲击是怎么样嘞？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前面那个仪表面板它完全是用一个3大片的这样这个多那个显示幕这样连接在一起，让你有置身于这个 F-35里面座舱的这样一个感觉。当然，你今天你要做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样。其实你刚讲，刚刚做到这个东西，你要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你的晶片变成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因为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全面制裁或甚至于管制的这个情况下，当然最近有个新闻我们看到那个 NVIDIA 还有一个那个晶片，然后那个美国已经商务部已经给了他一个输出许可结果现在反而变成说中国大陆不要了。你说中国大陆不要这个事情这个后面所代表的这个战略意义为何？是第一，今天那个中国大陆已经认为你美国能够提供到 NVIDIA 这个层级的这个晶片，我自己已经能做了吗？还是说我今天我为了要争一口气，像我们刚刚看到你说一台华为这个 M9 这个智能车你说要光是弄这一个3大片的这样一个那个多功能显示板，它后面其实所牵涉到这个硬体晶片这个部分数量也相当可观，因为其实你发现我发现中国大陆这个所谓的智能车，也就是这种电动车，它那个车主跟这个驾驶之间这个互动性我感觉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到那种一般的欧美这种厂牌的这个电动车就智能车的互动的这个程度，已经远远超越。所以未来它的整个消费市场上对于 AI 晶片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它今天已经能够包含像刚刚吴兄讲的，能够在这个那个制造、封装、测试等等过程中，已经能够达到自给自足水准的话，那你说我干嘛还要 NVIDIA 晶片？是，所以就变成说，这次你可以看到美国宣布这个那个开放 NVIDIA 一款那个降阶的这个晶片给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反而说我不需要，没什么需要。但是当然你说中国大陆做的到底好不好，也没有人知道，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身现在面对是一个非常封闭的这个内需市场，今天中国大陆内部的市场非常大，也就是它的东西往往很多推出一个产品之后，可能整个中国大陆内部大概就消化光了，甚至于你说就是那个一句台湾话常说嘛，就是那个生吃都不够，更何况拿来晒干，对不对？其实他做很多东西很有这样一个味道况味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他的东西到底跟外面人比较起来好在哪里？也的确那你说在国外市场上能够拿到的样本等等来说，相对来讲，我觉得要能够全面且普遍的观察中国大陆的那个 AI 晶片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的确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大陆在发展自己的这个 AI 晶片以及各种晶片的这个就细晶圆产业上，它所投注的这个资本，然后以及它所希望达到的这个成就，的确它变成是一个国家级的战略目标。而且我觉得未来在15-5或16-5这个计划里面，都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完全摆脱美国的钳制。OK， H200最近被禁用这个事情这个我请胡老师快速 echo 一下。他讲对就是肖伟忠讲的对，就是中国大陆拒绝，但是绝对不是一片都不买。那有些民间厂商在某种条件之下可以买，但是摆出这个姿态来就很难涨价至少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也是个压力NVIDIA 就很难再涨价嘛，或者卖起来就会比较困扰。OK， 好，中国大陆现在拼的是全面的自主科技自主化那确实成绩也是有目共睹。市场调研机构IDC 他们有一份最新的报告也显示说，华为，因为我们现在谈到华为，华为呢从2019年被美国实施了科技封锁之后，在2025年成功的重新夺回了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市场的冠军宝座，市占率呢是16.4%。那位居第一名，出货量达到4670万台。至于第二名的是苹果，这个 Apple 呢以4620万台紧追在后，市占率是16.2%。那虽然说苹果受到新机种iPhone 17的系列带动，2025年第4季度的表现
非常的强，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出货量大增了21.5%，但是最终销售成绩啊，总的来看还是不敌华为。现在华为重新拿下了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的市场冠军宝座啊，它要凸显跟代表的意义，我们怎么看呢？马老师？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的产品，它这个特色啦，就是它的价格确实在功能类似的状态底下，它是可以比较低的。比如说我把这个就是华为的 Mate 80它的旗舰机，然后我找一个跟这个 iPhone 17做同级的这个手机，大概两者之间的新台币差价大概是15000块。那你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其实消费者最在乎的就是荷包。所以我觉得在价格的优势上面，华为它会很容易卖赢苹果这个苹果手机。而且这个状态，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去年的这个4670万台的这个华为手机，它赢过苹果，可是这个状态还是在华为被封锁的情况底下，它还是在某一些国家被禁卖情况，它还是个卖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到资本主义的逻辑里面，就是价格它其实决定了很大一部分，价廉又物美，没有错。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其实大家在换手机的时候，大家考量的点就是，开始耗电了，电掉得很快，所以我想换。再来就是上网速度很慢，那我觉得大家 care 的这些东西都差不多。那你通常不会做横向的比较，你只会跟你的上一台手机比，所以后面出现新的永远比旧的好。所以消费者我觉得他在横向的品牌的这个比较上面，事实上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么在乎不同品牌的这个差异，而是跟他自己上一台比哦。那刚才接着就是 H200这个话题，其实中国现在在自制的方向，我觉得是非常明确，不要小看举国体制，他们做出了先前在这个叫做上海辉升就做出了他们的 DUV 这个深紫外光刻机，这除了艾斯摩尔之外，没有人做。去年的12月，就2025年，路透社的报道，在深圳他们已经做出了这个 EUV， 就极紫外光刻机的原型机。那我觉得这些是一个很重要的赛，就是说全世界除了艾斯摩尔，没有人在做光刻机，但中国自己开始自制，现在有原型机了。本来说这个美中之间的科技差异差到可能10到15年，这是拜登时期讲的，可是现在已经走了6年了，所以你会陆续看到它的自制率开始变高，所以。中方对海关说，非必要不要让 H200进来你除非非常必要。那我觉得中方也在打一个算盘，就是因为美国的策略很简单嘛，你快要发展出来，我就卖给你，那你就发展不出来。那我觉得现在他就倒过来操作，就是我就不用你的。然后目的是用我的市场去养我自己的晶片跟整个生产流程，从上游到下游。那我觉得现在慢慢会看出一些成果，包含上海复旦他们做出一种石墨烯的这个材料的晶片，这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都是以矽为主体，但是石墨烯它的导电速度更快，而且它处理热能的效果更好。所以我觉得在美中贸易战的过程，其实它逼着，其实它逼出了中国大陆的某一些自制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应该是不容小